为阻止中国发展，拜登政府正在亚洲塑造战争环境，而东盟的觉醒重击了美国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自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以后，解放军除了锁台演训，还从根本上改变了台海现状，两岸之间的台海中线这个默契消失了，这将极大地压缩台军的反应时间和战役纵深。虽然美国一再的宣称并没有改变台海政策，但是中国大陆这次成功地利用了佩洛西挑衅所带来的机会，并且向全世界证明美国才是麻烦制造者。美国外交战略的失败，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东盟国家的觉醒，这将重击美国的印太战略。这几天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非常活跃，他在接受英国《金融时报》采访时表示，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挑衅，东盟国家应该转向中国，因为东盟要的是和平，而不是挑衅。马哈蒂尔从文化的角度解读中国的民族性格，他认为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侵略性的国家，而美国正在亚洲塑造危机。菲律宾通讯社认为，马哈蒂尔的潜台词是希望东盟各国大声呼喊美国佬滚回老家去。另外，菲律宾媒体认为，美国正在为亚洲的下一场战争做准备，其目的就是摧毁亚洲的崛起。要注意，美国想要的可不只是想方设法阻止中国的崛起，而是要同时摧毁整个亚洲地区的崛起。因为亚太的经济已经一体化了。新加坡是美国在亚洲最亲密的盟友之一，但是该国总理李显龙表示，中美两国存在的诸多分歧中，最令人担忧的是围绕台海局势的对抗升级。而新加坡最大的利益就是不选边站，即不能够选择站在美国一边。如果再结合越南政府对中国所做出的承诺，可以看到美国在亚洲搞事情的图谋已经被东盟国家所看穿。美国已经被认为是一个麻烦制造者，或者是搅屎棍。美国如果无法争取东盟，那么他的所谓印太战略即将面临破功。但是美国人也不是没有办法，目前呢，他们正在把日本推上前台，将日本打造其在东亚的马前卒，寻求在东亚使用乌克兰式的代理战争模式。最近，日本的军费支出提高到了其 GDP 的 2%， 这个迹象表明它正在加速转向军事大国，成为美国打造东亚版北约的积极跟随者和推动者。如果再结合日本在武力干涉台海问题上的积极态度，美国在亚洲制造危机的套路也就浮出了水面。其核心战略只有一个，就是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。而如何阻止中国在未来关键的几年里超越美国，就成为了其重中之重。可以这么讲，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引发冲突，在诱使日本军国化，以便未来他们能够联手武力干涉台海，从而用战争消耗中国，甚至破坏亚洲和平发展的局面。这可能就是一盘大棋，非常值得我们警惕。美国在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，为了维持其霸权，它就需要在亚洲挑起一场乌克兰式的代理人战争模式。而日本呢，可能已经入局。不过，既然东盟国家已经觉醒，而且维持亚太和平稳定发展是中国与东盟的共同利益，美国以后也不大可能会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，至少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。日本这个身在亚洲的西方国家也会变得越来越孤立，所以中国未来只需要紧盯日本这个潜在的敌人，
才是对付美国印太战略的关键，而争取东盟国家的支持也显得相当重要。而在这方面，我们必须继续努力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